在《权力的游戏》中，布雷尼是一个受到大家广泛关注的角色，许多观众都将目光锁定在他和詹姆的情感线上，但却忽略了这个角色本身。他高大笨拙，怎么看都显得不合时宜。他不穿裙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女人。他总是穿着盔甲，可他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成功的男人。他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而这个世界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为他准备位置。无论是作为女人还是男人，似乎他都是不合格的。但如果你仔细回看，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在《权力的游戏》这样一个充满背叛、谎言与算计的世界里，布雷尼是极少数从头到尾没有背叛过自己信念的人。这一集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布雷尼，让我们看一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接纳自己女性的身份，又是怎样在不被承认中依然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在价值。布雷尼的痛苦并不是来自某一次具体的创伤，而是来自一种长期存在的无声的否定。她不符合那个时代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她长得又高又大，比许多男人都要高大，并且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让男人们一眼看不到任何欲望。小说里提到的布雷尼肩膀极宽，但是个平胸。他的面孔又圆又糙，长满雀斑，鼻子被打折过多次，一排牙齿暴突不齐，嘴宽得可怕，唇肥胖得像毛毛虫，头发是黄色的，像肮脏的稻草，脆弱干枯。不过他至少还是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他的眼睛又大又蓝，纯真而直率，在战斗中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无论如何，他既不符合女人们的期待，也不符合男性的规则。虽然她是家族里的独女，但她没有继承权，她也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甚至如果我们把她和后来的艾莉亚对比一下，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布雷尼引以为傲的战斗天赋其实看起来有些笨拙和不那么灵活。布雷尼陷入了身份边缘化当中。当一个人既不被主流群体接纳，又无法完全归属于任何一边时，他就会长期处在一种我是谁都不对的状态里。布雷尼就是这样的人。他深刻地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些男孩子友好地说要娶她为妻，但后来他发现那只是那些男孩在拿他取乐，在嘲笑他。他就这样在一次次被嘲笑、被否认、被当作怪物或笑话当中长大，直到他遇到了兰里。兰里对待布雷尼温和有礼貌，他用对待其他淑女一样的态度对她。这次会面让布雷尼对兰里产生了好感。可当他来到了风息堡，等待他的依旧是男人们的嘲笑和无礼，并且他也知道了兰里是永远都不可能爱上他的。这让他开始逐渐放弃了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也找到了另外一个能够被兰里所接纳的方式。他在兰里举办的比武会上战胜了所有嘲笑他的男人，一举夺冠，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并成为了兰里的彩虹护卫。从此他抛下了女人的身份，在明知自己是不可能成为骑士的情况下，仍然一心一意坚守内心的骑士精神，只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更容易被世人所接纳。心理学家说，真正的心理健康来自自我一致性。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你如何行动？这些都应该是同一件事。
但布雷尼心里的自我开始悄悄出现了难以察觉的裂痕，他偷偷地把我是女人给藏了起来。为了更加坚定自己，他开始相信，如果誓言是真实的，就一定要去遵守它，哪怕全世界都在嘲笑誓言已经没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当凯特琳死后，他仍然坚持要保护好史塔克家的女儿。他相信保护弱者是骑士的责任，于是他就去照着做，哪怕没有任何人会为此给他奖赏。这也是为什么当他看到艾莉亚与猎狗桑铎在一起的时候，他本能地认为艾莉亚身处险境，几乎是想都没有多想，就跟桑铎扭打在了一起。布雷尼在成为蓝里的彩虹护卫后不久，就辗转来到了凯特琳的营帐里，由此他展开了生命当中最至关重要的一次旅程。而布雷尼与詹姆的关系是全游中最被低估的一条心理线索。詹姆是一个被承认、被赋予身份的人，但他没有活出自己，并且一直都背负着弑君者的罪名。而布雷尼是一个从未被承认过的人，但他尊重自己，只接受正义和荣耀，瞧不起一切违背伦理道德和骑士精神的东西。当他们两个一同踏上旅途的时候，詹姆甚至还言语轻佻地问布雷尼：“你一定还是处女吧？”他还趁他不注意抢走他的剑，企图逃跑。当两个人被人发现，为了不被认出那是弑君者，他们开始撒谎。当谎言即将被揭穿的那一刻，布雷尼本能地挥剑砍向了那些人。他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他的言行完全违背了骑士精神。而当两个人被波顿家族的士兵抓住之后，眼看着自己即将遭受侮辱，布兰妮却发现是詹姆用一个谎言救了他，甚至他为此失去了自己的右手。那一刻，一些东西开始在布雷尼的潜意识里生根发芽。随即在之后的旅途中，布雷尼开始维护詹姆，维护这个他一开始无论如何都瞧不上的弑君者。而詹姆也同时在布雷尼的身上逐渐看到了真正的骑士精神，也用布雷尼照见了自己早已破碎不堪的内在自我。布雷尼让詹姆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骑士并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种自己的选择。而詹姆也让布雷尼第一次被认真地看见，并让他知道，原来一个表面光鲜的人，内在可以如此复杂。原来所有看似不合理的事情，背后也都可以存在合理的理由。这一路让他们对方更接近自己心中那个真实的自己。如果说在詹姆的身上，布雷尼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那与桑铎克里冈的碰面，就是他最赤裸裸地面对自我。彼时，桑铎正打算带着艾莉亚去找史塔克家族的人，好换取赎金。而布雷尼虽然恪守自己对凯特琳的誓言，要保护史塔克家的女儿，却始终都找不到珊莎和艾莉亚的下落。桑铎与布雷尼一样高大，并且也相貌丑陋，半张脸上覆盖着可怕的伤疤，他也不被世人所接受，人们都管他叫猎狗，这个称呼多少带有一丝嘲讽的意味。而布雷尼早在塔斯岛上的时候，他就被人们戏称为塔斯岛的处女，毫无疑问，这也是对他的一种嘲讽。桑铎用表面的残酷包裹起了自己内心的伤痛，而布雷尼用骑士精神和一身的铠甲来否认自己的真实。他们两人就是彼此的镜子。布雷尼疯狂地殴打桑铎，他甚至一边殴打一边发出可怕的大叫声，
他不想看到桑朵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他不想看到被自己关起来的那个不被世人接受的丑陋的小女孩一样。在那之后，布雷尼辗转各地，一直都在寻找珊莎。在我看来，这是一段非常荣格的心理探索的过程。珊莎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女性的形象，出身贵族，小时候的心愿就是嫁给王子，成为王后，生许多孩子。珊莎逃出了囚禁她的困境，布雷尼最后在北境寒冷的森林里找到了她。对布雷尼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象征，就像珊莎一样，布雷尼心中的那个不漂亮的小女孩也被他自己囚禁了起来。布雷尼辗转寻找珊莎，同时也在找回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女孩。布雷尼的一生都在为配得上而活，配得上骑士的誓言，配得上他人的尊重，配得上活在这个并没有为他预留位置的世界。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所选择的方式是否认自己是一个女人。虽然他并没有亲自在口头上否认，但是他剪短头发，穿上铠甲，尽可能抹去所有会被这个世界用来否定他的部分。不是因为他厌恶女性，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接受。所以他必须比任何人都更冷静、更坚定，就像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而他同时又用道德、誓言和自律给自己筑起了一层厚厚的盔甲。但与詹姆和桑铎的遭遇让布雷尼的这层盔甲开始松动。如果你问我，布雷尼最后到底有没有接纳自己的女性身份，答案当然是有。在林东城，自由民托蒙德欣赏的就是布雷尼的高大威武，那是布雷尼从来都不敢想象的。而战胜夜王之后的那一晚，他也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和方式接纳了詹姆。布雷尼的故事穿插在维斯特洛大陆的勾心斗角当中，看起来似乎平平淡淡，而他的心路历程也埋藏得非常深，以至于观众们几乎都只关注到他与詹姆的感情，却看不到他真实的内心。而他在内心成长的道路上所做的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在一个不断否定他的世界里，慢慢地学会拒绝否定自己。他没有靠牺牲尊严来换取认可，也没有靠迎合期待来获得安全，他始终都选择忠于内心，哪怕孤独，哪怕缓慢。他最终明白了一件事，真正的力量并不来自被世界承认，而是来自你是否承认自己。他不再逃离女人这个身份，不再把它当成需要隐藏的弱点，他接纳它，并且也没有因为接纳了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放弃自己一直以来追逐的骑士精神。如果你也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为你准备一个合适的位置，如果你也曾试图通过否定自己的一部分来换取被别人接纳、被尊重、被看见，那么愿布雷尼的故事能轻轻提醒你，你不需要变成别人，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成为完整的自己。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点个赞。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观看我的内容，请帮我一键三连，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这样你就能及时收到这个系列的更新通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是不同意见，非常欢迎你能够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文字，又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希望能够在这个系列节目里听到其他什么有趣的内容。让我们下次再见。We'd better get some rest. No, let's stay a bit longer. We're out of wine.
How about a song? One of you must know one. Sir Davos? You'll pray for a quick death. Sir Brienne? High in the halls of the kings who are gone, Jenny would dance with her ghosts, the ones she had lost and the ones she had found, and the ones who had loved her the most, the ones who'd been gone for so very long. She couldn't remember their names. They spun her around on the damp old stones, spun away all her sorrow and pain. And she never wanted to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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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wanted to leave.